各位老铁，中国的房地产这趟史诗级的过山车，到底让多少人赔得底儿掉？特别是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在燕郊高位站岗的90后兄弟姐妹们，你们还好吗？说真的，每次看到摩根士丹利或者巴克莱银行甩出的那些冰冷数据，我都感觉那不是数字，那是一张张欲哭无泪的脸，一个个被掏空的家庭。什么叫负动产时代？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这词儿听着洋气，说白了就是你欠银行的贷款比你房子的市场价还高，你的房子不再是资产，而是一个每天都在吞噬你财富的无底洞，一个沉甸甸的负债。咱们曾经以为砖头水泥是最坚实的信仰，是能传宗接代的宝贝，可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人眼冒金星。日本当年房产泡沫破灭后的惨状，仿佛一幕幕黑白电影在我们眼前预演，多少人的半生心血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这不是吓唬人，这是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清楚的现实。现在咱们把镜头拉到那个曾经让无数北漂魂牵梦绕的地方——燕郊。我的天，那可真是全国楼市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所有的疯狂与凄凉。你们能想象吗？如今燕郊的二手房均价已经跌到了1万出头，跟2016年那会儿的高峰期比，有些小区甚至跌去了80%，简直是脚踝斩。每天的成交量可怜到只有区20来套，可挂牌量呢5000多套，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水泄不通，流动性彻底锁死。更吓人的是，房贷违约率高达 8.7%，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多。银行一看这架势，谁还敢轻易放贷？回想起2016年的燕郊，那叫一个烈火烹油，繁花似锦。我仿佛还能看到那时的场景，车子刚下高速，路两边全是挥舞着小旗子的房产中介，车窗都不用摇下来，宣传单就跟天女散花一样塞进你手里。那时候的人们眼里都闪烁着对财富的渴望，坚信今天买明天就能赚。我有个朋友就真实上演了那样的神话，刚交了定金，连网签都没办，2天后就有人愿意加价15万来买他的号，动动手指头，15万到手，这比抢钱还快啊！首付交完，房价就像坐上了火箭，一路冲到2万6，那种资产暴增带来的躺赢快感，足以让任何人失去理智。然而，命运的巨轮转向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2017年6月，一纸史上最严限购令从天而降，非本地户籍得有3年社保。这道门槛瞬间就把 99% 的北漂挡在了门外，楼市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夜之间从盛夏跌入寒冬。那些加满了杠杆冲进来的人，杠杆这个词就是说你用很少的本钱借了大量的钱去撬动一个巨大的资产，本想撬动地球，结果地球一翻身把自己压得粉身碎骨。他们开始恐慌性抛售，可哪还有人接盘呢？紧接着疫情这只黑天鹅又飞来了，严格的通勤管制让燕郊这个睡城的定义变得无比讽刺。睡在这里，却醒在北京，一道无形的墙让无数人选择了逃离。睡城顾名思义就是一座巨大的卧室，人们白天在北京燃烧生命，晚上回到这里仅仅为了睡觉。它本身没有足够的产业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力。当北京的通勤变得无比艰难，当通州这些北京远郊区的房价也开始回调，燕郊的吸引力就像退潮后的海滩，裸露出残酷的现实。那么当年那些在刀尖上抢到房的90后们，如今都怎么样了？他们的故事比任何戏剧都更真实，更令人唏嘘。有的人，比如小李，在房价接近2万的时候冲了进去，他以为那是自己扎根北京的开始，却没想那是他噩梦的序章。现在他的房子挂牌价比买的时候低了几十万，还无人问津。每个月近2万的房贷却像催命符一样，一分不能少。他常常说，
当初抢房的时候，脑子里就一个念头，上车，赶紧上车，根本没想过车会开向悬崖。还有的人像小王，选择了割肉离场。割肉这个词听着就疼，就是承认自己亏了，把房子以远低于买入价的价格卖掉，壮士断腕。他算了一笔账，里里外外亏了将近100万，那是多少个日夜加班加点换来的血汗钱啊！他说，虽然心疼的滴血，但总比被这套房子拖死要好，至少能换回一丝喘息的空间。当然，也有像小张这样的坚持者，他们选择了咬牙还贷，他们心里还存着一丝念想，就像在黑夜里守护一斗烛火，期盼着黎明的到来。他们相信，房子总归是个念想，是个家。或许有一天，政策的春风能吹回来，地铁22号线能带来希望。这条线一旦通车，燕郊到北京的距离将被重新定义，也许能盘活整个市场。但这个等待的过程，每一天都是煎熬。我们从这些被房产收割的人生中能学到什么呢？这才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好好聊的。首先，千万别再盲目跟风了。当所有人都在说一件事能赚钱的时候，你很可能就是那个最后的接盘侠。其次，敬畏杠杆，不要用自己无法承受的代价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还有，永远不要低估政策的威力。市场的逻辑在政策面前，有时候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让一套房子绑架了我们全部的人生。所以咱们普通人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给大家几句实在话。第一，别信什么以租养贷的鬼话，算算总账，月供、物业费、维修基金、各种税费，这些隐形成本加起来，可能比你的租金高得多。第二，远离那些只有概念没有产业和人口支撑的城市，别听销售画大饼，自己花时间去做调研，去看看晚上小区的亮灯率，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第三，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家庭资产过度集中在房产上，风险太大了。第四，提前想想老旧的房子未来怎么处理，高昂的维护成本可能会让它成为烫手的山芋。聊了这么多沉重的，最后也让大家乐呵一下，看看这些在现实中诞生的段子，苦中作乐嘛。有人说，当年我们这些韭菜在高点冲进楼市，现在感觉天天都能听到镰刀割在身上的声音，咔嚓咔嚓的。还有个段子，销售说，先生，这套房直降50万。我问，那之前买的人怎么办？销售淡定地说，哦，他们现在是我们 VIP 维权群的群主。更绝的是，朋友问，听说你们小区房价跌了？我答，是啊，已经从跳水价成功升级为跳楼价了。交房前，业主们意气风发，这房子肯定升值。交房后，大家唉声叹气，能原价退吗？我加钱都行。这些笑话虽然好笑，但每一句背后都是一把辛酸泪。它告诉我们，在财富这场游戏中，选择的方向远比你付出的努力更重要。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稳，看得更清。别忘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生活本身远比一套房子要广阔得多。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